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大家好，大家最近还活着吗？今天来到我们龙怪杂谈的 EP21，哇，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每一个月都要来一次？太努力了，实在是。好，那废话不多说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我们应该要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就是上一个月，就是设定的目标。上个月设定什么主题？是不是？你还记得吗？我想一下，我们刚才拍完，对啊，我们上一个月不是就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想要来讲有关 AI 的东西吗？那我问你，你最用最多的 AI 产品是什么？ChatGPT 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很基本。可是虽然大家知道，但大家都有在用嘛，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工作上会用到吗？我自己是会用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英文书信其实是对，算是蛮好用的。英文书信你只要，比如说你直接写中文，然后请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它还可以帮你检查文法什么的，所以基本上用这个就可以直接处理。那有些比如说像离职信，你就说我想要离职，然后你帮我写一份文情并茂的。离职信也不用写了啦，在台湾就是直接隔天不出现。对，这很常见。你是超大条不是啊，可能是因为就是你在上班的地方就是比较多，就是有这种多语言的需求吧，我猜。英文的需求会。英文的需求，就其实算蛮方便的。那如果应该是跟领域有关系吧，就是像譬如说我这边就是工程师朋友，或者以我自己为例嘛，就是像运用ChatGPT 在平常工作上面，其实说实在的还蛮好用的。就是像你的情境是，譬如说可能是帮你做不同的语言转换嘛。那我的话比较像是，你知道就是它可以就是帮你产生程式码这件事情。对，我知道它可以帮你写程式，而且基本上是不会错的，它不会有一个 bug 的东西给你。我用的时候其实它就是 bug 多。是啊，那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使用这个的经验。对，它其实就是。就是大家，我觉得这边也是一个蛮可以讨论的，就是大家其实不能说就是 AI 产生什么东西给你，然后你就觉得说它一定是对的，然后就直接拿来用。那譬如说以我的例子，就是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做一个自己的产品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希望它做一个很酷的动画，就是我希望它在。就是我画面上有点像是雪花的东西，就是在那个画面上飞来飞去。雪花特效，哇，那是什么？不知道几零年代才有这种特效，反正就是有点那种未来感，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叫他帮我画。然后之后以我那个例子啊，就他一开始画就是画是一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就是其实也不太像雪花。然后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动的，它就是一个很像球的东西在那边在你的画面上飞来飞去，可是是非常的粗糙。到底是什么情境会需要一个要雪花在你的画面上？就是你也知道吗？就是往在想那种假白一点，就是有点质感，对质感。OK。然后我觉得我想讲的是，就是那个过程，就是像刚刚那雪花的例子嘛，就是我是跟他就是一直的互动，就是我会跟他说，这边的这个特效好像其实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那你能不能让它比如说调快一点啊，调慢一点啊，然后或者是真的在变得更像雪花之类的，就是我在跟他一个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程式码就是一直被改良，然后改良到最后，就我再微调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到我做上线的版本。就是它就真的是变得很像是一个梦幻雪花在那个网页上飞来飞去的一个特效。你讲的我好想看一下到底是怎样。我们等一下给你看，但是真的就是它是真的已经是可以就是帮你产生出就是真的可以动的程式码。然后我也实际上的把它运用在就是我自己的产品上面，所以你就是等于像一个主管然后把工作丢给他，没错，然后一直叫他修，修到我满意为止。就是比那个台湾老板还过分，就是一直指使他，就是叫他跟我说这个就不对，这边要改，然后他就立刻去，然后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超努的，真的。就是他不会生气，他也不会堵拦，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可是其实说是这样说，但是其实还是有付钱，你知道吗？就是你也知道 ChatGPT 其实用它其实会算那个 token 的量嘛，就是你用的量越多，譬如它需要做更多的产生文字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会算更多的钱。那虽然整体算下来，可能譬如说你一个对话，可能也才0.0000几美金，所以其实也没多少钱。所以其实你没有付多少钱，就是对，所以其实我还是惯老板，就是我还是在压榨我们的 ChatGPT 吧。血汗 AI， 对，血汗 AI。好，
然后像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还是有，因为我们很常，比如说程式不会写啊，就是可能想要上网找答案，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会问 ChatGPT 说能不能就是帮我去网络上查一些，就他过去训练过的结果，给我一些可能的就是写法，然后就给我参考。但其实还是可以提高你查询的效率，对吧？差很多，差很多，因为你不用一个一个去找，一个一个去搜寻，它直接帮你过滤掉。我觉得就是和 Google 搜寻一个最大差异在于说，就是我们在 Google 在搜寻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就是一直给你就是几十几百笔资料嘛，就是你还是要花时间去筛选。但是 ChatGPT 它有点像是它直接帮你筛好了那个结果，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你用这个点再去延伸出其他的线，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和以往就是我们在使用 Google 之类的这种搜寻引擎的工具上一个最大的差异。它就是改善了你搜寻的效率。那讲到这个，你有用过其他公司开发的搜寻？你说譬如说像 Bing 吗？对，就是微软或是 Google，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你知道就是 OpenAI 跟Microsoft 的关系吗？就是说明一下，就是其实 OpenAI 这间公司，我记得当初微软有投资，他们好像将近51%的，就他们好像持有51%的股份嘛，我不确定这数字对不对，但我就以前好像看到这个数字，所以基本上啊，就是OpenAI 可以说是 Microsoft 微软的一个很大的武器。现在，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 Bing 嘛，其实它已经之前有提出 beta 版，现在应该已经正式 release 了，就是它已经整合到它的那个浏览器里面，所以基本上你在操作 Bing 的那个浏览器啊，然后跟它的搜寻引擎沟通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就是内建的那个 ChatGPT 的那个聊天的那个概念在那个搜寻的地方，所以其实是一个，它已经用一种互动式的对话的方式让你去做搜寻，所以其实和过往我们用 Google 的那种感觉是已经差很多。我觉得它已经拉高了，它把这个战场又拉到另外一个层次，你知道吗？对，我觉得这个是微软就是可能这1-2年来一个超大的一个改变。对，因为像 Google 的那个我有用过，然后微软的Bing 的我有用过，你有用过？其实两个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有稍微有点区别。那 Bar 你用起来怎样？因为我没有用过。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好用，因为它现在并不支援中文，所以你还是要英文去给它指令。然后我其实没有很真正实际一直用嘛，因为我后来用的觉得Bing 比较顺手，对，因为它其实因为像它有联网的话，它可以马上给你一些新闻的回馈，然后你可以直接延伸去阅读，然后它直接给你网页，你可以直接点进去做连接。这个好像是 ChatGPT 现在有的一个算是限制，对不对？对，就是我记得好像 ChatGPT 它的那个模型，它好像是只有收录资料到2020还2021吧。所以在它之后的资讯的资料都不会更新，对，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所以基本上它可以给你的资讯就只有到那一年为止。但是你刚刚说像 Bing 它已经搭配了联网的这个功能嘛，所以其实它可以给你更多更新的一些资讯就对了。对，它可以及时就是比如说你想要知道有些什么的案例，它可以马上丢新闻连接给你。它已经可以到丢新闻连接过来。可以啊，它都会列出来。那这样记者大概记者们现在是不是疯狂的在用 Bing 啊那些在做新闻这些？真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轻松很多。因为你只要写以前他爬 PTT 啊，现在还有人在 PTT 吗？天哪，暴露年纪。但反正就是以前应该是还要自己手动去做很多啊。现在也不用了啦，现在直接叫他卷一篇给你了哦。不用啦，现在直接那个行车记录器贴就是新闻。就是它的应用已经真的是非常的广了，可以有各种的，像你刚刚说，就是你工作上面可能在做不同语系的转换。那像譬如说我是在写程式，或者它帮助我找程式开发一些资料也是非常的方便。到现在已经可以自动的去帮你写文章啊，产生 email 啊什么微博的。真的其实是指日可待。那你有没有目前用到觉得让你很惊艳的产品，或者是看到，不一定说你真的实际用？OK， 你是说我们刚拍的那一支吗？很惊艳，你也可以讲一下，没关系。好了，反正真的啦，那真的是省蛮多时间的啊。对，这边也可以快速讲一下，反正就是我们才有拍一支片，就在讲就是如何帮助我们
那个上字幕神器啦，这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在做影片的时候很常用的，我们都透过这一个工具叫 Mac Whisper。然后它就帮助我们，就是产生我们 YouTube 影片的其他各个语言的字幕，譬如说英文啊、日文啊、中文之类的。其实真的是我们现在用的还蛮凶的。我们现在应该就每一支都会上吧？会啊，每一支都会。反正因为流程就变成我们只要产生一个音档再上传，它自动会产生字幕，字幕也会再自动帮我们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对啊。其实真的蛮无脑的，但是很方便，省很多时间。以前我真的有自己打过那个逐字稿。以前都要打逐字稿，一定要自己手打啊。对啊，现在完全不需要。但是讲到逐字稿，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就是你知道以前像在 PTT 那上面，就是有一些那种他们在找就是可以打逐字稿这种工作。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接外快？然后就是直接把它音档我们全部给它丢进去，然后直接产生出来，我们就直接上传给那个什么业主。感觉好像是可以接外快的一个好方法。你确定现在还有这个需求吗？毕竟就是我们两个，毕竟我们都是在资讯业工作，所以我们可能生活上、工作上其实很常需要用到这类型的工具，所以我们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一点点。但是我有点不确定，就是说像这类型的科技，已经是真的普及到一般大众了吗？这是我一个蛮好奇的点。我感觉应该就是多少有听过，但是可能没有真的很实际去使用到，很贴近一般的生活。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也是蛮有道理，因为即使是我们上一个月设定的就是 AI 的这个主题啊，我们去探索了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的 Bard 或者 ChatGPT， 就是这类型各类型的浏览器、搜寻引擎，他们的这些应用，但是现在真的是 AI 大爆炸的时代，现在每天大概几十几百个工具疯狂的在冲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没完没了超多就是像我觉得看到最近最红的应该是那个吧 Photoshop， 就是一堆人在测试跟使用，然后那个影片那个效果真的是不得了。那个真的对，我觉得这边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毕竟有需要做影像创作嘛，就是我们在拍 YouTube， 所以也是有修图的需求。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有买 Adobe CC， 对不对？Cloud Creative， 我们不是用盗版的哦。对，要强调我们，因为我觉得顺便推广一下，虽然它有点贵，但是因为譬如说我是用 Mac 嘛，那就是玄怪是用 Windows， 所以但是 Adobe CC 它其实就是跨了平台，所以其实这个工具是我们想过，就是最适合我们两个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其实就是用买 Adobe CC。然后呢，就是而且它是在影像处理或者是声音或或是平面，其实它的整合能力都很强。其实真的超厉害的，特别是我觉得它就像是苹果一样，就是你如果用了一条龙它的服务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离不开。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我们现在在透过麦克风录音嘛，其实我们现在也是透过电脑去接它的一个叫做 Adobe Audition， 去专门帮我们做像做 Podcast 去做收音调音的动作。那影像的话，譬如说我们有用 Premiere 去剪影片，那还有就是刚刚玄怪提到的就是 Photoshop， 就这个现在的主题，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 Photoshop 来做封面，对不对？对啊。那你在做封面的时候，你有实际上用到它的那些 AI 的功能吗？有没有一些什么范例？因为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在做了，所以我们目前都是用之前的 template， 然后去修改就好了，所以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修图的需求。但是现在如果它现在有这些新出的功能的话，其实还是会方便很多，因为它可以直接比如说一键去背啊，对。我记得它现在有一个 feature 是，你只要点说我需要选取我的主体，对不对？主体，对，它直接帮你框出来。以前你讲我们以前到底怎么做？这真的超累。以前是在用那个，就是那种一个一个像素，然后就看那边描边边。你要先拉线啊，然后再去看说那个范围准不准，然后再去这块多出来，我要再加进去。很长都会这样子，对不对？捡回来什么的。那个真的超累，我现在想到那个过程超累。现在他就直接智慧判断，然后我知道你这个是人物，你要。它如果你颜色没有太相近的话，其实基本上一键按下去，它直接抓出整个主体。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人这个封面，在人就直接抓出来。可是如果有点像的话，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误差，我记得。但是再微调一下，其实基本上就已经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光是那个一键的这个动作，其实就省下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了，对不对？对啊，没错啊，你怎么样都比你自己在那边拉快啊！真的，就是
就是不得不说，Adobe 在这一块，就是他们把 AI 这个技术整合到他们产品，真的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间这么庞大的公司，可以在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把这个技术引进去，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算是改变得很快，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订阅是蛮值得的，就是 Adobe CD， 我们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我们只要够常用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在要督促我们，就是在多拍嘛。你要够常用才划算啊。对，那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AI 科技的这个部分嘛，就是我们平常日常我们在影像创作的时候的使用，还有就是我们工作上面基本上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那你有想要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工具吗？因为其实我还是有看到蛮多的。因为像之前我有用过像 YouTube， 它会帮你做一个摘要，你就等于说你不用全部影片看完，然后它会给你告诉你内容是什么。而且就是像我们的杂谈都一次录那20-30分钟，没有人想看，就直接加上去，没有人想看，如果摘要给你，没有人想听，那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工具是叫什么名字？它叫做 Chat YouTube。对，但是它好像最近停止服务吗？还是什么？我看它伺服器好像暂停了啊。我猜应该是太花钱了，因为就是可能譬如说用量太大，就是然后他去接那个 Chat GPT 那边的 API， 其实可能因为用量太大，所以烧太多钱。他可能如果是独立开发者的话，自己可能撑不住那个钱。然后就是以你使用的经验，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对话的方式嘛。然后他去爬你的他去分析你的影片。然后之后找出你影片的，譬如说讲了什么字之后，它有了文字之后，它再丢进去它的模型处理，然后它就是可以做一个问答的方式，你可以直接问说，比如说这部影片重点是什么，它直接告诉你是这个样子嘛。哇，那听起来很厉害。而且它可以跟你互动啊，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跟他提问，就使用的流程就跟 Chat GPT 差不多，就是你可以问他问题，然后他可以回答这样。所以，但是它是影片版的。对，就是你可以丢 YouTube 的连接上去。其实这样子还蛮适合的，因为有时候影片，比如说就是10-20分钟，你可能当下真的没那么多时间，或是你真的不方便看影片，那其实你就是简单的问他一下，有一个大概，比如说你知道个80%，知道这部影片到底干嘛，然后你如果真的有兴趣再点进去看，其实好像对于视听的观众来说，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对，其实蛮省时间的。所以他才会就是很多人用，对，很多人用，然后整个服务暂停。但它停掉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服务啦，就是类似的平台也是有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还是有其他的就对了。我可以再提供给大家。然后有一个叫做 Glass， 然后或者是一个叫做 Summarize 点 Tech。所以也是做一样，就是丢 YouTube 链接给他，他就吐资讯回来给你，然后就帮你统整，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看。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服务了。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很忙的人，没时间看影片的人，你2倍速都不够快的人，2倍速都不够快。2倍速其实有时候还是不够快，因为如果影片太长，当然是2倍速不够快。你50分钟，你变25分钟，你还是很久嘛。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扯到大家的就是收听习惯，毕竟在现在这个时代资讯爆炸，大家真的没什么耐心去看一些很长的东西，就像譬如说我们现在在拍的这个杂谈一样。有个 summarize 你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干嘛了。那除了这些服务之外呢？我记得你好像还有是一个什么？我看到是绘图的吗？还是我看到之后也是吓到的一个是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可以帮你产生一个3D 全景的3D 全景，就是360度的那种画面。这听起来很适合在什么游戏世界，或是搭配像最新的那个苹果的什么 Vision Pro。对啊，你就想要直接在那个世界里面，虚拟的房间或什么，反正它的使用流程的话，就是说它给你一个360度的画布空间 ，OK， 然后你可以去给你画笔去画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你不需要描绘的太精细，你只要大概画一下。对，你一棵树可能就是一个三角形加一个长条，它就大概我都看不出来那个是一棵树了，你知道吗？那你如果是太阳的话，那就是很简单一个圆圈圈，然后几条线，它就可以帮你判断这是太阳。那你先把你所有也想要的场景都画出来之后，然后你再给他一些叙述，比如说我打一些字嘛，对，我要什么风景啊？我现在这是风景，但是可能是阴森的风景，或者是黄昏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关键字，对，然后你之类，他还可以选择你要产生的那种style， 很多风格，对风格，然后比如油画或者是写实风格，然后你给他之后，
它直接产生出一个3D 环绕的影像。哇，那个影像不是很夸张，真的很夸张，就是超级精致，什么都有就对了。对，我可以反正连结放在下方，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你说那个服务是叫什么东西啊？我怕大家有兴趣。它叫做 Skybox， 天空的盒子，天空盒，对 ，Skybox。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简单的方式，那如果我真画画很丑，我可以直接用打字的吗？它就也是可以，就是产生应该也是可以，只是说它产生的内容就不会有物件的概念，它就是随它所想要的产生。它很夸张，反正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吓到，就是因为你只要用几条线，你就可以画出这个效果，实在是很扯。所以代表说，就是现在的时代，就是大家就算没有一点美术背景、美术能力，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靠，就是你的文字的想象力。所以现在重点是写作能力了，我觉得。对啊。就你如果能够写得很好，描述的够精确，就像在写小说一样，那其实我们的 AI 其实都可以很正确的帮助我们画出，或是产生出我们想要的世界，就对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哇，那其实老实说 ，AI 帮助最大的地方，其实就真的节省很多时间，然后等于说你不需要太多，比如说像你不会写程式，你也可以真的把它弄出一个产品出来，或者是你不会画画，你也可以产生出很多很好看的图片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把一些专业的一些工作或是一些技术的门槛再拉低了一点点。当然你本身操作的人可能还是需要有类似的相关的知识，可是对于一个譬如说你熟悉这个领域的人来说，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像助理的角色，可以让你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对，那你有很多下属帮你查资料。对，就是写程式，还不抱怨。每个人都当台湾老板，真的。那所以你觉得一般的工作者会不会害怕被取代的可能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产生，然后我的很多工作其实都可以被取代，不需要人力。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常会讨论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说，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把 ChatGPT 看作是一个工具的话，那终究还是需要有人来操作这个工具嘛，对不对？还是要有个老板。对，你还是要有一个老板，对，才去奴役员工。Okay. 哇，我们现在怎么都走老板的角色？所以现在要改变心态，你就不能去当那个做浪费时间事的员工，你要跳出一个层级，变成老板去做。对，大家整个心态就姿态，我们整个拉高，对，我们整个拉高了，然后就是去试着学习如何去操作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你刚刚原本提到，就是当然那些譬如说很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需要那种大量人力的那种工作，说实在的，真的是可能会因为这些技术而受到影响。可是相对的，你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些部分已经被科技所取代了，那你可以甚至是跳脱出你原本的框架，你去更有价值的对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坏事。那很好啊，很正向的思考。那我们当然我们怕演上，大家讲的。那你觉得没有任何缺点吗？这东西？我觉得你讲这个也是有啦，像讲一个例子好了，是我之前看新闻看到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你跟 ChatGPT 对话的时候，它其实会自动产生一些内容嘛。那像譬如说，特别是写程式的，它会自动产生程式码给你，对不对？对。那我有看到一篇新闻，就它在利用这个漏洞，就是它产生的程式码当中，因为大家知道 AI 产生的东西不一定100%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譬如说你在写某一段程式的时候，它可能引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套件，但这个套件如果不存在呢，代表说这程式码可能没办法运作，对不对？然后就是专门所谓的 cracker， 反正就是对他去抓准了这个 AI 会生成的程式语言的这个片段，他去模拟出就是这一个不存在的套件，所以他等于是去做了一个带有后门的一个套件。然后呢，当你今天如果是得到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套件，然后你如果没有去管，你就直接拿去给它用，然后你去装那些东西之后，它就真的正确去装到那个坏人做的有后门的程式码，它就等于会间接去影响你的系统，就是你就觉得哇天哪，这些人真的天才，就是已经想到如何透过这样绕一大圈，然后去做坏事，会觉得哇，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就是他要先骗过 AI， 知道让他觉得要用这个东西，他先去抓到他的一个模式，他知道他可能会产生什么东西，然后什么地方会有错误，然后他就去利用这个错误去产生一个漏洞。就是这个是最近一个好像刚有提出的一个新闻还是什么的一个案例，其实是蛮有名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代表说就是 AI 产生的东西不一定100%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人类就是也是要有能力去判断它的对错，那甚至是去做实验、做尝试，而不要就是他给你什么就信什么，就你还是要有自我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其实之后资讯安全或者是这些对抗犯罪的内容，其实也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它可能甚至会变成是一个新的研究的题目，就是如何去分辨真假。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需要因为对。这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个主题再来研究，就是我们来，比如说我们来破解 AI 的 AI， 或者是说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 AI 生成图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突破那个测试，看看我们能分辨出来是 AI 还是不是 AI 嘛？有这种东西吗？有，其实有，我查了，其实有这些。真假的？没有啊，就像那个之前不是说大家论文都是ChatGPT 生成的吗？那教授不就会有一个，就是我要检测你这篇论文是不是机器人写出来的嘛？对不对？对，有这东西嘛？那就有人开发说，我要骗过检测，到底是要多少层？这个是拍电影吗？那个，所以其实很深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啦。对啊，所以下次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来分辨 AI， 假设用图片好了，我们甚至可以拍一集来试试看，我来分辨 AI 产生的图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好，我们留一个伏笔，如果有的话，我们下次再做一个挑战。因为 AI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以自己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它有很多可能性，然后所以现在每天都有各式各样新的服务、新的工具都在出现，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比如说 Mac Whisper 什么之类的这些产生字幕的神器啊，这些型的工具，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许可以抱持着一个开放的心胸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然后看看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或者这些工作流程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然后来帮助你提升你的工作效率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个还不错的尝试的方向。对，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就是一起在做更多这类型的尝试。对啊，可以互相交流。如果有什么不错的资讯，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真的留言给大家，就是下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是，譬如说最近你们发现很棒的东西，譬如说你拿去生成论文，觉得还不错，你可以推荐给我们来试看。或者你不想告诉太多人，也可以寄到那个专门的信箱。我们直接再去读一个学位，就用这个应用程式之类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公布一下下一个月的？来了吗？差不多了。那对我们之前有说嘛，就是每个月就是设定一个题目要去实现去做研究，然后我们上一个月设定的题目是 AI 嘛，那我们也还是会持续在进行当中。那下一个月现在是几月？我们现在是6月，拍片大概6月中。那我们下一个月7月中之前呢，我们有一个，你觉得我们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就是我们一个小计划，努力的方向，尝试的方向。你讲好了，你讲。就是其实想要把频道再更确立一点嘛，然后把内容做好。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再做一些制度化的努力？就我们可以做好，实际上成立一个公司或是怎么样？直接呛了吗？其实没有困难啊，开公司大家可以开啊。开公司，我现在就去开，我们就是想要再多钻研一下这个内容，然后可以。就是我觉得创业这个领域好了啦，就是这个方向。那就是对我们下一个题目可能就是会以这个方向为主。那也许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可能是可以看一些书，那就是分享，就是说如何，譬如说像譬如说你今天边工作嘛，如何边工作边摸鱼，然后边创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可以尝试的东西，不管是像我们现在做 podcast 啊，然后或者是影像创作，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科技创业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在默默的都在进行当中啦。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下一个月月中月底之前可以跟大家先透露一下我们接下来敬请期待。对，我们接下来的目标跟方向。好，那今天应该差不多内容就这样咯。没错，那今天这个呢就是我们龙怪杂谈 EP21完整的内容啦。
那如果大家就是觉得我们的创作内容还不错的话，不管是 like 留言、follow 或者是订阅小铃铛，什么都可以，就是以你喜欢的形式支持我们，其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创作的原动力啦。没时间的话就丢到那个，不准没时间，赶快现在给我按下去。OK， 你可以在背景播放。对对对，你背景播，然后每天播，对，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支持啦。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龙怪杂谈的内容啦，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